好一招诱敌之计。你真是天生神力，在下佩服。啊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啊？你问我手怎么傷的？哎，此事說來話長，不提也罷。你嘴裡叼的是什麼呀？啊！這是蛇膽吧？哇，好腥啊！你讓我把它吃了？也好，你可能是我臨死前交到的最後一個朋友了。我聽你的。雕兄啊，你知不知道這個蛇膽真的？雕兄。你讓我吃蛇膽呢？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是知己好友了，那你的一番美意，我又怎能拒絕呢？凌厉剛猛，無堅不摧，弱冠前已至，與和碩群雄爭鋒。呀，好劍！怪不得獨孤前輩能以此劍技壓群雄。此為軟劍，30歲前所用，誤傷義士不祥，悔恨無已，乃棄之深谷。哦。所以這裡少了一把劍。重劍無鋒，大巧不工。40歲前持之，橫行天下。啊？這麼重啊！哇，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也不過如此了吧？雕兄啊，這把劍起碼有70、80斤重啊！而且你看，兩邊全無劍鋒，怎麼用來殺敵呀？江湖上各門各派的劍術呢，都是以輕巧為主的。獨孤前輩這把劍啊，打起架來實在太不占優勢了，容易吃虧的。咦？
這是一把木劍嗎？40歲後不至於物，草木竹石均可為劍。自此精修，漸近於無劍勝有劍之境。唉，独孤前輩的武功真是登峰造极，像我這種無名小輩，怎麼跟他比呀？真的好沉啊！雕兄啊，你要我使这把重剑啊？哼，哼，你。雕兄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吧？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你是前辈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既然你那麼有雅興的話，那我楊過奉陪到底了。这剑實在太沉了，什麼全真劍法、玉女劍法，根本就使不上嘛。雕兄啊，你天生神力，我自然不是你的對手了。你總不能把我當做獨孤前輩吧？雕兄，我們繼續練劍。你想怎麼樣啊？你要我跟你走？此處還挺漂亮的啊！哎，紅豆生南國，沒想到這兒這麼多紅豆啊！做什麼呀，雕兄？幹嘛？哇！嗯？哼！嗯？於一生不輸於人，唯獨一個情字，敗得徹底。這又是哪位高人啊？哎，這是獨孤前輩的遺物啊！你不講道理，我也不講道理，我就不相信今天出不去這裡。
哇！哎，别打了，雕兄，我認輸了，我認輸還不行嗎？我們還是繼續練劍吧。唉。 雕兄，又是蛇胆。雕兄，你每天这樣幫我弄蛇膽，實在太辛苦了，不如你也來一顆。好，那我不客氣了。 這些蛇的蛇身被利爪所傷，看來應該是雕兄所做的。可是這些蛇的樣子也太奇怪了吧？雕兄啊，雕兄，你一定是吃多了這些怪蛇的蛇膽，所以呢，力氣才變得這麼大。看來我也得多吃一點，這樣才配得上我手中的這把玄鐵重劍。 雕兄啊，你帶我來這裡跟……哎呀！雕兄啊，你要讓我在這上面練劍嗎？啊，原來獨孤求敗昔日美玉大人，便到這山洪之中練劍。好。我要修煉長線，上穹碧落下黃泉，找到愛的根源。你好。没想到在瀑布中練了半日，劍力竟會如此大進。像是那怪蛇的蛇膽，有強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覺之間早已內力大增。此時於危急之際生發出來，才這般厲害。雕兄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良朋益友，一直在逼我練功，從來都沒有鬆懈過。哈，嗨，呀，呀，呀。 雕兄，沒想到你這裡還藏着一壇美酒啊，太不夠朋友了吧？哇，果然是好酒。我知道雕兄你是為我好，你要我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會獨孤前輩的武功，怕我喝酒亂性。但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在我最艱難的時候，
你幫過我，救過我，還教會我武功，我真有點捨不得你。雕兄，你也算得上是我的良朋知己了。今天，我們就一飲而盡，喝個痛快。嗯。哼。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小弟今生是不能報答了。但是小弟在江湖上還有幾樁恩怨未了，暫且分別，日後再見吧。這柄玄鐵重劍，小弟借去一用。等我見到我姑姑，報了我的斷臂之仇之後，我早晚會再回來。保重了。今日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怕你。来人，给我布阵！他的剑法似乎比觉醒古时更快了一些。他一人使双剑，竟然出神入化。有機會，我也要領教領教。赵真人，躲我身後吧。多謝相助。还不過來幫忙！快去幫忙！太不要臉了！3個武林大宗師圍攻一個小姑娘，真是笑掉大牙！我呸！我大個，幫着外人說話，回頭定要叫你好看！快把大家的繩子解開，我們一起衝出去殺敵。是。龙姑娘，我們又見面了，別來無恙了。我要殺的人是他，請你讓開。那可不行，龍姑娘，趙道長他是我的朋友。貧僧不會見死不救。那你試試看。楊過不在，即便你手裡持有雙劍，又有何用呢？你真健忘，上回在山洞，你不是見識過了嗎？一時失手，何足道哉？今日就要與你一決高下。果然還是這個和尚高啊！居然能和小龍女戰成平手。哪是平手啊？臭和尚都受傷，看不出來嗎？我看我們還是一起上吧。大和尚若是死在他手裡，我們能幸免嗎？說得對，我們可不應該做虧本的買賣。上！是什麼人趁我們閉關修煉之時，封住洞口，此等卑劣行徑，
是为武林所不齒。兵掌教是蒙古人。邱老道，哼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贫道曾经讲过，10年之内找你清算这笔账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我等刚练成了7星聚会，就拿你来试招吧。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剑法。罢了，原来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此，要想胜他，那是终身无望了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姑姑呢？各位道兄且退，让贫僧助你们全真教一臂之力。小妖女，让贫僧料理吧。姑姑。今日只怕要死在这重阳宫中。我一死又有什麼可惜？只是臨死之時，總盼能見過兒一面。過兒，我不是在做夢嗎？你不是在做夢，我現在正抱着你呢，你痛不痛？我以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過兒，我好冷，抱緊我。過兒，你的手呢？你的手怎麼不見了？沒事的。手怎麼不見了？沒事的，沒事的，沒事的，被人砍斷了而已。是誰這麼狠心？誰把你的手砍斷的？你現在不要再關心我了，你現在很虛弱，不要說話，閉上眼睛，不要動氣。我來補你運功療傷，好不好？小龍女，你古墓派與我全真教淵源頗深，縱有梁子，我們雙方自行了斷便是。你何以約了這些蒙古人，諸般邪魔歪道，害死我許多教下弟子啊！姑姑，我們現在趕快回到古墓，我幫你治傷。過兒，你的手臂還痛不痛？不痛，不痛。那劍花毒呢？有沒有發作？有時候會發，也不是很痛。大膽逆徒楊過！這祖師爺跟你說話，還不趕快跪下磕頭啊！還敢不禮？我姑姑受傷，我不想和你們這幫臭道士糾纏。大膽逆徒！既然如此狂妄，今日我就要替全真教清理門戶。你已替我出師門，今日又何提師承之說？看在我教過你幾聲師父的份上，我饒你不死。走！楊過，還我腿來！
我滾！杨过，恭喜你有了奇遇，还得了一柄威猛绝伦的神剑。看来贫僧是对付不了你了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一起来算一算你暗算我姑姑那笔账。过儿，你把我放到一旁，可以专心对付他。姑姑，我们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今天我们夫妻俩力战群魔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？你以为贫僧真的对付不了你吗？师叔，你独立支撑片刻，我先救师傅，再来助你。好。师兄，我回蒙古勤练武功，10年后找上这姓杨的小子，给你和師傅報仇。杨过饶命！等我将那個狼心狗肺的師弟碎屍萬段，再來向你自行投上。到時候要殺要剮，我絕不皺一下眉頭。你為人還算忠義老實，我今天就不殺你們，你們走吧。多謝不殺之恩，師傅，走。各位手足，本邦的鲁帮主惨遭奸人所害，已經葬身於楊太傅廟中，所以我們丐幫的弟子非常的憤慨。我們是要報此仇，可是報仇蛇無頭不行。我們幾位長老想來想去，就想請黃幫主復出，統領我們丐幫的弟子，替魯幫主報仇。黃幫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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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幫主。各位兄弟，其實找出真兇，替魯幫主報仇，我本來義不容辭。可是最近蒙古大軍壓境，襄陽告急，我們夫婦二人正在為對付蒙古人一事煞費思量，恐怕一時難以分心。為今之計，只有找出一個才智兼備的英雄好漢來統領丐幫。黃幫主復出，諸位，今天吶，難得天下英雄雲集，台下哪位英雄好漢能夠瞧得起我們丐幫的，就請上台來賜教一番。如果他能技壓群雄的，我們丐幫弟子就奉他為丐幫的幫主。好，就讓我先來吧。周大俠，請上台。黃幫主，在下斗膽先行獻醜，請各位多多指教。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漢願意上台向周大俠賜教的？這種身手也敢上台比武，真是不怕丟臉。大嫂，不如你上台大顯身手。如果你技壓群雄，
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相信以后必定以为佳话。我跟他比武，岂不是太大材小用了？既然如此，让我先抛砖引玉吧。在下武修文，请赐教。请。小武兄家学渊源，又集两家之所长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，我认为是白费力气。待會兒真正英雄上台的話，豈不吃虧？有你耶律大哥在，修文也只是上去湊凑熱鬧而已。一會兒他下來你上，好，也替你耶律大哥省點事兒。敦儒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这位兄弟又胜一局，台下哪位英雄好汉想上来挑戰的？耶律兄弟，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那我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上台献丑了。在下耶律齐，请指教。好，姐夫加油！打得好！大嫂，我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，你开心不开心？如果是真的的话，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感到荣幸啊。耶律公子现在又连胜几局，台下还有哪位英雄好汉想上来挑戰的？击爆！有什麼重要軍情，快報！禀報郭大俠，蒙古右翼前鋒的一個千人隊已抵鄧州。蒙古大軍左翼前鋒的一個千人隊已抵新野。來得這麼快？可是有件奇事。鄧州城郊的蒙古千人隊，一個個都死在了就地，軍官士卒無一得生。啊，有這等事！新野的蒙古先鋒1000人都變成了野鬼，遍地都是屍首。最奇怪的是，這些蒙古兵屍首上的左耳都被人割了去。鄧州的蒙古兵也是這樣，人人沒了左耳。來犯的蒙古大軍有10餘萬之眾，雖然折了2000人，無關大局，但是我們全殲了他2路先鋒，也是大大挫了他們的銳氣。真是大吉大利呀！卻不知是誰突發奇兵，將2000蒙古大軍全數殲滅。我們中原有這麼多奇人異士，如果個個都肯為百姓出力，那我們還怕什麼蒙古人？對呀，各位手足，下去。耶律公子說得好，現在台下還有哪位英雄好漢想上來挑戰的？如果沒有的話，我們丐幫幫主就是耶律公子了。新幫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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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幫主。我們的幫主繼任大典，稍後便可進行了。且慢！
梁长老，弟子要是能够胜过耶律大爷，也就能够成为本邦之主了，是不是？还是需要有人能够获棒杀仇，再奉他为主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他不是技压群雄的，就当不上帮主。如果日后不能获棒兼仇的，终也是愧居此位。耶律公子如果当上了帮主，那2件大事他不能不办。如果他赢不了你何老弟的话，那么他又焉能得任此位呢？梁长老言之有理，今日弟子就来领教耶律大爷的手段，再去寻棒除奸。小弟才疏学浅，原不敢担此重任。既然何兄肯赐教，那好得很。好说，好说。你这卑鄙小人，居然耍花招偷袭！齐哥，你再上去重新跟他较量。刚才在下侥幸胜了耶律大爷，但绝不敢图谋帮主之位。他日我若寻回打狗棒，杀了霍都这个狗贼，替鲁帮主报仇，届时请各位替我做个好公断。国二小姐，这是神雕大侠送给你的第3份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还会动呢？大耳巴，一个忘恩负义的狗贼！今天我就来取你的狗命！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他们2个人是认识的，咱们就静观其变。声音师太，大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一份比一份奇怪，到底……国二小姐，好戏还在后头，请你耐心等待。郭大侠，郭夫人，请看这是什么？打狗棒。神雕大侠有令，让我把打狗棒还给丐帮。多谢各位。还好找回来了，有个逃帮主就放心了。只
真該死！啊！師傅，我終於替你清理門戶了。神雕大俠有命，命你速速返回川邊，不得再踏入中原半步。感謝神雕大俠，给我机会除掉这個叛徒，我達爾巴絕不食言。那就好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霍都。福妹，大姐。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用飞石救福儿的人是弹指神童。爹，爹，是你吗？你快出来吧！爹，真的是你啊！拜见岳父大人。行了，福儿，还不快谢谢外公救命之恩？救人的不止我一个。杨兄弟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出来跟大家见面呢？过儿，过儿，没见过呀！大哥哥，你真的来了！晚辈拜见黄道主。郭伯伯，郭伯母，别来无恙吧？过儿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爹，你是跟过儿约好一起来的吗？是这样的，爹在一间破庙见到一群很少在江湖露面的奇人异士。兄弟们，此刻神雕侠召集各路人马、各路英豪集聚于襄阳城，咱们一定要去见识见识啊！这可是难得的盛事啊！师傅说是应神雕大侠之命来襄阳图谋大事，爹担心对你们不利，所以就赶過來看看。可誰知道，這位神雕大俠竟然是楊兄弟你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用這麼操心了。過兒，你為襄陽城立了大功，還戳穿霍都的陰謀，為魯幫主報了大仇。這新任幫主之位，非你莫屬啊！岳父大人說得對，楊兄弟，正所謂當仁不讓，丐幫幫主這個位子，非你莫屬。在下逍遙自在，雲遊四海已經習慣了。丐幫幫主這個位子，真的不太適合我。耶律兄，你文武雙全，剛才又在武功比試當中技壓群雄，這個位子由你來做，真是再適合不過了。既然這樣，我們也就不勉強了。茄兒，新任的丐幫幫主就由你來接任吧。是。幫中的各位兄弟有何異議嗎？沒異議，沒異議，沒異議，沒異議。擇日我們就舉行接任大典。過兒，今晚就別走了，這麼多年沒見，我們好好敘敘舊。對呀，大哥哥，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說呢。郭伯伯，小侄還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他日如果能見到龍兒，一定再來您府上做客。各位，告辭了。想要燒死香兒，這個臭和尚太卑鄙了。香兒別怕，爹娘一定想辦法救你。郭大俠，想要貧僧放了令愛，卻也不難，那要看看你有沒有勇氣和膽量。你有話就直說。
郭靖，你身为人父，如果还有一顆慈愛之心，請走過來，束手就擒。貧僧立刻放了令愛。你們若非懼我，又豈能與我女兒為難？既然你們懼我，我郭靖有為之身，又豈能輕言赴死？郭師怎麼不數下去？來人，點火！是。不要！这么好玩的世界，我却快要死了。不知大哥哥这时在哪里？从谷底回来没有？大哥哥！还有龙姑娘。大哥哥，你来救我了！我答应带龙儿来见你，怎么能让你死呢？杨过，16年不见，你的功力有所长进啊！没想到你的功夫也如此了得，在我生平的敌手当中从未见过。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大哥哥吧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大哥哥，教训他！我在海潮之中练功，功力足以与怒涛相抗。16年前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何以今日他一击之下，我竟会险些招架不住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冲！蒙古人已经乱了陣腳，我們衝過去搶回香兒。殺！殺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答应过我，再也不杀人了，你都忘了吗？
香儿，你可不可以再叫我一声师父？师父！师父！师父！哎。 师父，师父，别过！接住他！师父！ 没受伤吧？放心，我没事。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杀了蒙古大汉。走。 杨兄弟，多谢相救，小心！他冲入敌阵去救齐哥时，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，实在说不上来。他在二妹生日那天送了他3份大礼，我为什么要恨之入骨？他揭露霍度的阴谋诡計，使齐哥得任丐帮帮主，为什么我反而暗暗生气？国父啊，国父！ 你是在嫉妒自己的亲妹妹。我是有妇之夫，齐哥又待我这般恩爱，我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呢？齐哥，齐哥，杨大哥，我这一生对不住你，但你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。 小妹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希望你今后别再恨我。叶令兄，擒贼先擒王，一起杀了他们大汗。好，再后也没有了。刘兄。 杨兄弟，接枪！放箭！
众人還沉浸在楊過立下的碩大戰功的喜悅，可身旁黃蓉卻擔心楊過功高蓋主。各路英雄好漢，先請吧。今日蒙古大軍連遭2次挫敗，我們自是不勝之喜。當然還有一件喜上加喜之事，就是丐幫選出了新任幫主。果然黃蓉還是處處護着郭芙，一旁的耶律齊心中感嘆：這下終於能輪到我了吧。台下眾人當即放聲大喊。郭芙嘴角一笑，總算是當上幫主夫人了。可造化弄人，偏偏就是不能隨了这老馬的心願。且慢！只看台下有一人舉手阻攔，此人竟是和氏我。只看和氏我走上台来。耶律大爺的令尊在蒙古貴為宰相，令兄也曾位居高位。今日耶律大爺赴死重險，怎能成為本幫之主啊？此言一出，台下議論紛紛。這非我正統者，焉能同我丐幫？卻看耶律齊立馬狡辯，說先父命喪蒙古皇後，小可與蒙古暴君實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和氏我擺了擺手，對，你說的都對。可我丐幫幫主輪替，一要那打狗棒做傳承信物，二是前任魯幫主大仇未報，屍骨未寒。這2件大事都沒有完成，你就要成為本幫幫主，未免有些害過性急了吧？耶律齊一時語塞，幸虧一旁梁長老出來解圍。雖說你言之有理，但我丐幫眾數10萬，遍布天下，不能無人為首，而尋棒除奸，更不是說辦便辦，也須得有人主事。卻看和氏我直接打斷：以弟子之見，誰人能夠奪回打狗棒，誰人能夠殺了霍都這個狗賊為魯幫主報仇，我們就奉他為主。要是霍都忽然致死，而且功夫能夠在耶律大爺之上，那我們豈不是要奉他為主不成？胡說八道！霍都的武功怎麼比得上他？沒想耶律齊的幫主之位還未坐穩，這幫主夫人倒率先耍起了威風。別說今日耶律大爺沒有成為本幫幫主，就是成為了本幫幫主，幫主夫人也不該這樣當眾斥責本幫弟子啊！此話一出，直接戳穿郭芙的小心思，當下也不再忍讓。齊哥，你便教訓教訓這個大膽狂徒。劉貴妃只是一介宮眷，怎及得上你我之間的交情？既然周師兄與他兩情相悅，不如把他贈與周師兄。英姑聽的那叫一個心花怒放，哪知周伯通此時又生變故。我不知道你是這麼好的人，這件事是我錯了，我不是。劉貴妃我還給你，以後周伯通再也不會見到了。周伯通說完就離開了皇宮。英姑此刻的心情就像那過山車一般，她怎麼都不會想到，原來周伯通才是渣男祖師爺啊！心如刀絞，本想一死了之，偏偏竟然意外懷了身孕，10月懷胎，1朝分娩。英姑看着自己與周伯通的兒子，一切煩惱都拋之腦後，哪知意外又意外來臨。只見皇宮中突然進來一道身影，對着孩子就一掌拍下。你是誰？你為什麼要傷害我的孩子？我只是傷了他的心脈，3日內段王爺要是出手相救的話，還能保住他的性命。來人正是裘千仞，此舉只為消耗段王爺內力，好讓自己在華山論劍時少一個劲敵。英姑抱着孩子瘋狂地跑到段王爺門前，雖然心知段王爺不會救治孩子性命，可英姑還是跪在門前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：我令大理皇室蒙羞了，可是我的孩子是無辜的。就如此，一夜之間白了頭。段王爺終是於心不忍，本想救治這無辜嬰兒，卻在接過孩子的瞬間，看到孩子襁褓中的手帕，竟是和周伯通的定情信物。這手帕居然還是綠色。孩子是我妻子跟別人生的，他讓我蒙羞，讓整個皇室蒙羞。一想到此，惱羞成怒，將孩子還給了英姑。既然娘救不了你，娘也不能讓你這樣痛。與其看孩子在痛苦中死去，不如趁早幫他解脫。這或許是英姑最痛苦的時刻，也是他一生的傷痛。如今時隔30年，裘千仞已奄奄一息，只為祈求英姑寬恕，解開心中鬱結。楊過心中感嘆：這位英姑心胸也未免太過於狹窄。楊過決心幫裘千仞將英姑逼出。只見眾人來到這黑龍潭前，把耳朵捂上。看楊過平氣運功，氣沉丹田。原來楊過居然滿嘴胡說，他哪裡知道楊過只是為了讓大小五不再內鬥，才出此下策。郭芙怒氣冲冲地去質問楊過，楊過此刻正因小龍女離家出走而心情鬱悶，哪裡有閒心搭理這大小姐？哪想這郭芙一直在耳邊喋喋不休，叨叨叨叨。人家女孩家清清白白的名聲，是任凭你胡說的嗎？郭芙見楊過對自己一副愛答不理，更是火氣，將矛頭直接指向小龍女。真難為你們師徒2人，一個大義凜然，一個滿面委屈。知事有其師，必有其徒。你師父他根本就不是好人。郭芙拿出小龍女送給自己的淑女劍，還要我和你結為一對。誰要跟你永結同心啊？可郭芙千不該萬不該，竟說出小龍女所謂冰清玉潔，實則和甄志炳暗度陳倉。你姑姑自己做的好事，她自己知道，簡直是不知廉恥。楊過一聽大怒，直接一耳瓜子送給郭芙。郭芙自幼嬌生慣養，哪裡受得了這般委屈，當即拔出淑女劍就要教訓楊過。楊過本就重傷未癒，此刻本又心煩意亂，一時不慎，竟被這郭大小姐斬去一條手臂。看到楊過痛不欲生，郭芙這才意識到自己闖下大禍，趕忙逃去郭靖房間，卻又惡人先告狀，說是楊過欺負郭芙，還強
搶走妹妹，自己一不小心傷了她。郭靖聞言大怒，本要教訓郭芙，卻被黃蓉護獨自攔下。等郭靖趕到楊過房間，早已是空無一人。果兒本來就中毒難治，現在你還砍傷他，你……靖哥哥，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過兒。真是慈母多敗兒，恨鐵不成鋼。郭靖擔心楊過安危，急忙出去尋找，只剩下郭大小姐在房內獨自哭泣。我身中金花劇毒，但过期不死，誰知天意弄人。此刻我斷了手臂，難道我要命喪於此？姑姑，3個月把整個絕情谷煥然一新，又花了3個月教導他們武功。可突然有一天，裘千尺發現自己竟然懷了身孕。公孫止關切問候，正要帶着裘千尺去休息。你不要拿我懷孕的事情當借口，就偷懶不去練功，快去練功去！裘千尺本以為自己的行為會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，自己對公孫止如是珍寶，不僅將絕情谷打理得井井有條，還把自己家傳鐵掌功傾囊相授。本以為他會投桃報李，珍惜自己，可哪裡會知道自己竟然養了一隻白眼兒。侍女柔兒本是自己派去監督公孫止練功，偏偏這女子竟不知天高地厚。這夫人也真是的，好歹是自己的丈夫，也不知道心疼一下。當男人最無助的時候，這樣一聲關切的問候，怕是誰都無法抵擋。兩人就這樣每天開展地下戀情，可只終究包不住火。兩人輕易的舉動很快被裘千尺察覺。只要我們離開了絕情谷，我們就可以雙棲雙宿了。你真的捨得你們絕情谷的百年基業和你那即將出世的孩兒嗎？那個臭婆娘折磨了我這麼多年，我受夠了。兩人在花園中密謀逃離絕情谷，殊不知這一切都被裘千尺看在眼裡。看着兩人不要臉的你儂我儂，裘千尺此刻恨不得將兩人千刀萬剮。氣急敗壞的裘千尺直接將柔兒打進了青花叢中。公孫止打心眼裡的害怕，賤娘們可不是好人吶。果然，裘千尺突如其來的一掌將公孫止一同打進了青花叢。要知道，這青花毒若無解藥，36時辰內必死無疑。我本想任他們2個在青花叢中疼死，但又覺得便宜了這對狗男女，於是我想到了一個更好的主意。比起你們，真是勝過100倍。沒錯，你們2個真沒用。原本楊過和小龍女並不是金輪對手，可就在剛才，他們一個使用全真劍法，一個使用古木劍法，雙劍合璧，心意相通，攻守兼備，合二為一，已然突破玉女素心劍法第7層。這2人聯手，堪比江湖超一流高手。金輪剛被郭靖一掌打得傷勢不輕，生怕這2人扮豬吃虎，留下一句後會有期。當即快速離去。黃蓉為感謝小龍女救下了郭芙，送給小龍女一根发簪。可黃蓉的真實意圖卻是想告訴小龍女，不被世人看好的愛情是不會幸福的，即便你們影視古墓。可楊過心氣浮躁，難免想念外面的花花草草，又當如何？沒想到黃蓉上了年紀，竟卻忘記了自己以前和郭靖談戀愛也是不拘小節。晚上，小龍女回想着黃蓉的話，便想試探楊過願不願意一輩子生活在古墓中。楊過雖想和小龍女廝守終生，必然是快活似神仙，可真要在那冰冷的古墓裡一輩子，自己那些紅顏知己可又如何？楊過思索再三，如果我們氣悶了、心煩了，那就一起出來唄。小龍女聽罷心中一痛，看來過兒果然不能抵擋外面的誘惑，留下一封書信，不辭而別。只見信上寫着：“你自己保重，記得我時別傷心。”楊過心中大急，好不容易與小龍女在一塊，怎麼又離家出走？這女人心果然是海底針啊！楊過四處找尋着小龍女，不想這一幕正好被金輪法王看到。以楊過一個人的功力，根本就不是師傅的对手，現在是我們的一個大好機會啊！楊過找尋到一片小樹林，聽聞遠處傳來打鬥聲響，仔細一看，這郭家大小姐咋又被金輪國師拿捏住了？真是造孽啊！只見金輪正要對郭芙下手，楊過立即飛出幾枚暗器。快走！幾人在這亂石林中藏匿，但金輪早晚會找到此處。眼下只有楊過的武功悟性最高。黃蓉記得上次楊過使用那打狗棒法，雖有招式，並無內涵，於是便要在此刻快速提高楊過的戰鬥力，就要將這打狗棒法的口訣心法全部傳授。放回掠地施妙手，橫打雙拳莫回頭，狗急跳牆又如何？一輩子，有些人就算相處一輩子，結果也像陌生人一樣。何元君聽着陸展元一套一套的攻勢，索性也脫去了偽裝。自從我遇見你的那刻起，我心裡突然多了一份牽掛。兩人在破廟裡私定終身。陸展元說：“我要取你執子之手，不負餘生。”何元君回道：“欠你江山嫁衣，一生休，縱被無情欺，不能休。我此生絕不負。”陸展元帶着何元君亡命天涯，卻不想李莫愁已一路追趕至此，一記冰魄銀針，駿馬當場就被擊斃。李莫愁的武功遠遠高過兩人，只是片刻就將何元君擒住。正想一見結果這女人，卻看身後竟飛來一把弩箭。李莫愁慌了，為什麼？為什麼自己傾盡所有，換來的卻是這樣的結果？問世間情為何物？我算是大徹大悟。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看不慣眼前這對奸夫淫婦。我愛的人是何元君，
我生死都要跟他在一起。言语加动作的双重打击，彻底击垮了李莫愁柔弱的内心。此刻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杀了这个女人。正当出手，忽见空中又飞来一人，来人自是那武三通。原著中的武三通是何元君的养父，于大媽的鬼斧神工，讓此刻的何元君成為武三通的暗戀對象。我不知道你和那個女人是什麼關係，但我們為了他們打得難分難解，他們倆卻要逃走，是不是很可笑？這個男人是誰？他是我丈夫。我要殺了他！突如其來的一幕讓李莫愁瞬間愣住，還有這波操作，李莫愁也不顧許多，趁着兩人對峙之際，直接抓住了何元君。元君，你怕嗎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好，來呀！沒想到的此刻，陸展元還能這樣不要臉。回想兩人逝去的甜蜜，李莫愁再也無法控制，舉起了手中的絕情之劍。禮物，只看這西山一哭鬼各自端着1、4方木盒，嚇得郭襄以為又是血乎乎的東西。又是血淋淋的嗎？那我就不敢看了。卻看身旁這大頭鬼，呵呵呵呵。郭二小姐儘管放心，這件禮物絢爛奪目，保你歡心。只看這木盒一開，火炮衝天而起，在半空中直接炸裂，散了開來。但見滿天花雨，銀光閃爍，只看空中赫然寫着“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”。只嘆是一見楊過誤終身，這場煙火讓16歲的郭襄一輩子都沒走出來，這場芳華卻或是她此生最美的風景。恐怕楊過自己都沒想到，自己這一舉動竟無意間造就了2個門派。煙花絢爛綻放，一瞬即一世，忽又傳來一聲巨響，火樹銀花不夜天。但見流星傳訊，一個接一個，連傳百里之遠。看着火流星的方向，竟是南陽。只看天降火雨，南陽蒙古大營瞬間被火海包圍。南陽大火，這是神雕俠給郭二小姐的第2份薄禮，燒了蒙古大軍20萬的糧草。郭靖心中大喜，自己數次攻打南陽都是無功而返，如今楊過只是借着祝壽之名，便讓蒙古大軍損兵折將，果真大快人心。卻看郭靖緊忙登上英雄台，敢問出手的各位英雄，能不能全身而退？要不要我們接應啊？郭靖俠之大者，不關心戰果，注重將士安危，當真是仁義過人。當得知楊過早已安排後手接應後，才放下心來。殲滅敵軍先鋒固然大滅其威，但是毀了他們在南陽多年囤積的糧草還有火藥，更是大功一件。到就換來了男人的背叛，自己只想讓陸展元專心習武，護佑家人一生平安。陸展元卻覺得李莫愁就像一個老媽子，費盡巴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實家好男人。就在陸展元心情低谷的時候，卻在街上碰見了這樣一個女人，何元君，一個讓人開朗快樂的女人。男人就是男人嘛，你很會誇人嘛。能讓人快樂的話，為什麼不呢？兩人在小河邊一起釋放心中的壓迫。何元君摸了摸陸展元的額頭，男人嗎？皺着眉頭就不帥了。一記摸頭殺，空氣瞬間變得微妙起來。何元君羞澀離去，卻不小心扭到了腳。不用說，該親上了。短暫的相處，讓情愫在兩人心中種下發芽的種子。晚上，陸展元面對李莫愁的輕聲討好，不知應該如何面對。或許此刻他的心中只有溫柔體貼的何元君吧。第二天，李莫愁又抓來一人給陸展元練習武功，沒想到此人竟是何元君。李莫愁這樣的舉動，無疑是將兩人最後的一絲感情送進墳墓。趁着李莫愁離開，陸展元就要帶着何元君一起逃走。我們逃得了1天，就快樂1天；逃得了10天，就快樂10天。你要是沒有這個勇氣的話，倒不如殺了我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每天看着你在這裡守着。何元君的月光照的陸展元內心無比感動，或許此刻他堅信眼前的女子才能和自己相濡以沫一輩子。何元君忽然說他有個辦法，而後只看陸展元坐在大堂，李莫愁興高采烈地跑來，拿出自己耗盡心神秀的鴛鴦手帕，希望能讓自己的陸郎開心。此時卻見何元君拿着一把弩箭出來，直頂着陸展元咽喉，而何元君的要求就是被一匹快馬帶着陸展元離開。兩人一起逃生到了一處破廟，破廟裡陸展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渣男語錄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我們不過才見2次面，有些人只要見1次，就像相處了1。哎呦，你當眾拒婚，我真的就那麼討厭嗎？你是不是真的要娶這位姓龍的女子為妻啊？是啊，看得出郭芙是真的很愛楊過，可楊過眼中卻只有小籠包。楊過，你無可救藥了！我要擦亮眼睛看你到底怎麼身敗名裂，怎麼遺臭萬年！郭芙連續3番被楊過拒絕，心如刀割。如果眼淚可以承載悲哀，我寧願它泛濫成海。郭芙還在梨花帶雨，卻見一幫蒙古士兵將自己圍住，沒想到是金輪法王又折返了回來。另一邊，郭靖、黃蓉知曉郭芙獨自外出的消息，大罵大武、小武是豬。黃蓉擔心女兒安危，帶着大武、小武就去找郭芙。剛到客棧找到楊過2人，卻見金輪法王正扣押着自己的寶貝女兒。金輪法王要黃蓉跟着他們去蒙古，這樣有黃蓉在手，不怕郭靖不交出襄陽城。
已惘了一派宗師。黄蓉一时心急，却意外动了胎气，眼看自己无力与金轮一战，只好悄悄告訴大武、小武跳窗逃走。不过这两人是真的够猪，非要走正门，当即就被金轮制住。杨过正在琢磨着如何出手相助。我与姑姑齐上也绝不是这和尚的敌手，不如去禀告郭伯伯，让他率人来救。却听金轮正好说道：“倘若不是跟黄帮主一道，还请自便。”杨过正要拉着小龙女离开，不料另一头憨憨开始短路。杨过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难道你忘了以前我爹爹是怎么待你的？你赶快去找我爹来！救我！金轮被郭芙一提醒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要杨过一块到蒙古去。杨过心中問候郭芙10000遍，與黃蓉一個眼神，當即對着金輪法王動起手來，雙方直接打出了窗外。黃蓉趁此時將郭芙救出。咱們先走吧，你身體不適，須得保重啊！練武之人不講俠義二字，練武還有何用？過兒保護的性格，十里八街硬是沒有哪個男的敢嫁給他。於是裘千尺決定自己去尋找自己的幸福。此時恰好遇見一位白衣少年，氣宇不凡，風度翩翩，還敢在大街上救老大爺過馬路，這不正是裘千尺心中的如意郎君嗎？大姐，這把傘送給你。好一個高大威猛、善解人意、英俊瀟灑、一見鍾情。裘千尺為得到公孫止歡心，故意擺下這拋繡球結婚姻，還特意將繡球扔在公孫止面前。哪知這公孫止榆木腦袋，姑娘，你東西掉了。可真是神女有意，相忘無心。哪知這公孫止如此不解風情，既然軟的不行，那就霸王硬上弓。裘千尺趁公孫止在客棧休息，竟直接送上門抱住公孫止。難不成你想霸王硬上弓啊？好辦法，來吧！我來了！好一個民風彪悍的女子，敢勇於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不知時間過了多少秒，只看屋內遍地狼藉，堂戲風月，男歡女愛，醉生夢死。我會對你負責任的。真的嗎？哎呀，當然是真的啦。既然貞操不在，索性不如妥協。可婚後的公孫止仿佛進入了愛情的墳墓。裘千尺不僅每日督促着自己習武練功，還將這絕情谷中的一切都變成了自己喜歡的模樣。所以我花了3。趙志敬這老道又在嘲諷甄志炳炫了小籠包。別以為我不知道，那天晚上是誰趁着小龍女被人點了穴道之後，拿一塊紗布遮住了她的眼睛，然後就玷污了她冰清玉潔的身體呀！哪料這一幕正好被屋外的小龍女聽到，小龍女心中一痛，原來楊過一直不願叫自己妻子，竟是因為他從來沒和自己親熱，而那天晚上和自己雙宿雙飛的，竟是甄志炳這造孽之人。小龍女的人生觀、價值觀在這一瞬間被擊得粉碎。你把小龍女渾身上下扒得金光，像隻白羊一樣，有沒有感到開心舒服啊？閉嘴！兩人還在爭執，卻看小龍女推門而入，甄趙二人頓感後背發涼。甄志炳目光空洞，見到心愛女神已知道一切，遞上大寶劍，讓小龍女一洩心頭恨。卻不知為何，或是因為這是他的第一個男人，或是不願讓楊過被父欺師滅祖的罵名，小龍女竟下不去手。我也不再清白，我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，不能像從前那樣愛過兒了。趙志敬見小龍女禁不下殺手，趕忙帶着甄志炳跑路。小龍女無言再面對楊過，將淑女劍送給郭芙後，又開始第3次離家出走。或許是那一夜的感情投入太過真實，或許是被綱常禮教的魔化，雖是無比憎恨甄志炳奪走自己聖潔的童真，卻又要講究從一而終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小龍女就這樣一路無話跟在甄志炳身後，心中不知如何給楊過交代，又不知要如何為那美麗的錯誤買單。另一邊，等楊過醒來，聽到小龍女又不辭而別，身上情花毒再度發作，又暈倒過去。晚上，郭芙看到大小武竟有意躲避自己，不做舔狗，心中生氣，質問兩人為啥不舔。你已經許配給楊大哥了，還來招惹我們兩兄弟幹嘛？是啊，師妹，我求你了，以後不要再戲弄我們兩個，好不好？我許配給楊過了，根本沒有這種事啊！郭芙這才知道，期間周伯通發現了被段王爺冷落的英姑，兩人竟在皇宮之中玩起了貓捉老鼠。王重陽面露尷尬，真是丟人現眼。哪知道周伯通反而質問起段王爺：“你就是那個大理的皇上，看着也挺正常的呀，怎麼每天只懂得練武功，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老婆呢？”王重陽怒斥周伯通成何體統，人家可是日理萬機的皇上。皇上怎麼了？皇上不也是男人嗎？娶了人家當你的愛妃，就應該好好愛人家、疼人家，哪有像你這樣的，也不陪人家玩，也不讓別人陪他玩，暴殄天物！段王爺實在想不通，這家伙到底是什麼家伙？不過看在王重陽的面子上，還是同意讓周伯通陪伴英姑玩幾天。這還差不多。然後你就看到這樣一幕：大王，來找我們呀！來呀！我在這裡呢，快來抓我呀！快來抓我呀！不痛，我在這兒呢，不痛。這哪裡是老頑童，活生生的老色批！你追我趕10幾天，兩人終於感到了疲憊，跑來跑去的能有啥意思？每天都玩這個，確實沒有意思。
不如我们玩个更好玩的吧。周伯通顿时来了兴致，正期待着更好玩的事情，没想到英姑直接亲了周伯通。周伯通顿时一愣，心中慌了神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除非你不敢。被英姑话语一激，再看英姑此刻娇艳欲滴的模样，周伯通哪里顾得上什么道家規矩，瘋狂炫起了刘貴妃。乃至這消息傳到了段王爺的耳朵，差一點讓段王爺走火入魔，直接暴斃。王重陽心中氣憤，自己這師弟怎能比自己先拱白菜？貧道就在這裡清理門戶。說着就要一掌拍死周伯通，幸好段王爺及時阻攔。年輕人犯錯在所難免。俗話說得好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